一名女子在出门购物时遭遇了歹徒的袭击，几个小时后，她的尸体被发现塞进了水泥管道里。案发现场虽然找到了很多潜在的证据，但经过逐个筛选后，并没有发现可用的线索。随着几名嫌疑人被排除，警方的调查很快没有了方向。就在案件因为缺乏线索即将陷入停滞的时候，一位女巡警的不幸遭遇给他们重新带来了希望。通过分析两起案件相关联的地方，警方抓获了一名非常变态的凶手。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熊。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新泽西州伍德布里奇，这里位于新泽西州的中部，距离繁华的纽约市仅20英里，常住人口大约10万人，是米德尔塞克斯县下属的一座城市。主人公梅丽莎出生于1969年4月25日，案发时25岁。梅丽莎成长在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，他们家共有7口人，在5个孩子中，她排行老二。上学期间，梅丽莎一直是个成绩优异的学生，但步入高中后，一个男孩的出现打乱了她的生活。与男孩交往期间，梅丽莎不小心意外怀孕，更意外的是，他们还要把孩子生下来。为了保证顺利生产，梅丽莎不顾家人反对，辍学和男孩住在了一起。一开始两人的感情还是非常甜蜜的，直到第2个孩子出生后，他们才逐渐遇到了一些问题。面对生活的压力以及对未来的迷茫，这对不成熟的恋人最终决定结束这段关系。恢复单身后，梅丽莎仍然相信爱情，没过多久，她又和另一个男人相爱了。可惜的是，这个男人并不是真的想和她度过余生。在生完2个孩子后没多久，男友就不辞而别，抛弃了他们。此时的梅丽莎虽然年纪不大，但已是4个孩子的母亲了。有了这2次难过的经历后，她不再相信爱情，决定带着孩子们独自生活。梅丽莎没有学历，也没有一技之长，即使拼尽了全部力气，她也只能勉强解决孩子们的温饱问题。一段时间后，梅丽莎逐渐走出了爱情的阴影。为了给孩子们一个完整的家，同时也为了在生活中有个依靠，她决定继续寻找幸福。通过朋友的介绍，梅丽莎认识了一名叫何塞的男子。何塞与她年龄相仿，两人有很多共同话题。确定恋爱关系后，梅丽莎和孩子们就搬到了何塞租住的公寓里。可是就在他们的生活即将步入正轨的时候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无情地夺走了他宝贵的生命。1994年8月12日凌晨1点左右，当地警局接到了何塞歇斯底里的报警电话。他报告称，梅丽莎外出购买食物后一直没有回家。出门寻找时，他发现梅丽莎满身是血躺在了一根水泥管道里。接到报警后，警方很快赶到了事发现场。这里位于一条繁忙的道路旁边，周围的光线充足，过往的车辆也很多，看起来不像是凶手会选择作案的地方。被发现时，梅丽莎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，她的下半身赤裸，脸上有明显淤青，此前购买的食物散落一地。购物票据显示，她在11点30分离开了便利店。案发现场有一些潜在的线索，一个新鲜的烟蒂、半块吃剩的三明治，以及梅丽莎丢失的短裤和内衣。水泥管道内飞溅的血迹表明，这名胆大包天的凶手在人来人往的道路旁对梅丽莎实施了残害。作为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人，梅丽莎的男友何塞接受了警方的询问。何塞表示，早些时候梅丽莎的孩子们有些饿了，一直吵闹着要吃东西。看着家里没有什么吃的，梅丽莎就决定去便利店买一些食物。便利店距离他们家不算太远，步行大概10几分钟。当时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会有危险。大约过了1个半小时后，他见梅丽莎一直没有回家，于是便把孩子们委托给了一位邻居，开始出门四处寻找。当他来到一处施工现场后，散落在地上的食物引起了他的注意。经过一阵搜寻，他在一根水泥管道里发现了已经去世的梅丽莎。听完何塞的描述后，警方对他的说法进行了核实。有2位邻居作证说，何塞在12点30分之前没有离开过公寓，于是警方首先排除了他作案的嫌疑。接下来，警方来到了梅丽莎购买食物的便利店进行了调查。店员表示，当晚11点左右，他确实接待过梅丽莎，但梅丽莎在买完东西后就直接离开了，他也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。为了撇清关系，店员主动向警方提供了案发期间的监控录像。
在对录像内容仔细检查后，警方确信这名店员没有撒谎，但出现在画面中的一名搬运工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这名搬运工在梅丽莎结账时，眼神一直没有在她的身上离开过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曾在监控画面中消失了一段时间。种种迹象表明，这名搬运工很可能与这起案件有关，于是警方对他进行了调查。搬运工名叫大卫，是一名有过针对女性犯罪前科的人员。在对大卫问话时，他非常坦率承认了以往的犯罪经历，但他坚决否认与这起案件有任何关系。大卫表示，案发当晚他一直在便利店工作，直到凌晨3点下班后他才离开了那里。消失的那段时间，他只是和同事到外面抽烟去了，所以才没有被监控拍到。在对大卫的同事询问后，警方确信了他的说法，于是大卫也被排除了作案嫌疑。后续警方又走访了案发附近的住户以及过往的车辆。遗憾的是，人来人往的街道上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起悲剧的发生。案发的2天后，警方拿到了尸检报告，梅丽莎的死因被确定为窒息，死亡前遭遇了暴力对待。她的下体有明显撕裂的迹象，胸部和下巴还有多处抓伤和咬伤。法医确定她遭遇过侵犯，但没有在她的身上发现任何生物证据。案发现场找到的所有物证里，只有烟蒂上有 DNA 信息，不过 DNA 在经过筛选后没有匹配到相关人员。此时的警方已经没有了怀疑对象，尽管 DNA 是个非常重要的发现，但考虑到烟蒂来自一个人来人往的街道，任何人都有可能把它丢弃到这里，所以他们没有把 DNA 当作调查的重点。警方认为这名凶手的作案手段是不太常见的，他一定是个有着特殊癖好的变态，并且很有可能不只做了这一起案件。根据凶手在作案时的特征，警方对发生在附近以及周边地区的案子进行了调查。当时各地的警局还没有相互通联，他们只能通过最原始的手段，1对1打电话的方式逐个询问。经过数月的排查，警方得到了一个遗憾的结果，附近以及周边地区都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件。就在此案因为缺少证据即将陷入停滞的时候，一个意想不到的线索给他们带来了希望。1995年4月3日晚上8点30分，缅因州女巡警 Vicky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正驾驶着警车往家的方向行驶。当她来到95号洲际公路时，一辆可疑的汽车引起了她的注意。这辆车没有熄火，停在了逆向车道上。出于职业操守， Vicky 决定对车辆的驾驶员进行检查。这名驾驶员名叫史蒂文，持有新泽西州的驾照。史蒂文解释道说，他刚来这里没多久，对道路有些不太熟悉，希望警方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。在交谈过程中， Vicky 注意到史蒂文的身上有很浓的酒精味，于是便要求史蒂文下车接受酒精测试。测试结果表明，史蒂文正处在醉酒状态，已经达到了拘留标准。此时 Vicky 已经下班了，他通过对讲机呼叫了同事过来处理这起事件。等候期间，两人坐进了警车里。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史蒂文没有去后排，而是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。Vicky 也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。半个小时过去了，支援的同事一直没有到来，于是 Vicky 再次通过对讲机向同事询问了到达时间，得到的答复是还需要再等一等。史蒂文见状，再次向 Vicky 发出了求情，但 Vicky 不但没有同意，还义正言辞地向史蒂文说明了事情的严重性。话音刚落，史蒂文一跃而起，突然对 Vicky 发起了攻击。毫无防备的 Vicky 在史蒂文的袭击下很快昏了过去。一段时间后， Vicky 慢慢醒了过来，他发现自己的下半身赤裸，正躺在一辆高速行驶的警车里。 Vicky 注意到开车的司机是史蒂文，而他的同事正在后面追赶。看着史蒂文穷凶极恶的样子， Vicky 意识到如果不想办法逃走，他可能会丢掉性命。于是他抓住机会拉开车门，直接跳出了警车。史蒂文看到 Vicky 逃走后又急又气，在酒精和愤怒情绪的作用下，史蒂文的车速越来越快，直到转弯时发生侧翻，他才被迫停了下来。发生车祸后，史蒂文很快被警方抓捕， Vicky 也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。医生对 Vicky 全面检查后，对他的遭遇感到非常震惊。他被打得鼻青脸肿，脸部有多处骨折现象，下体被严重撕裂，胸部和下巴还有多处抓伤和咬伤的痕迹。这起令人发指的惨案很快在全国范围内传开，同时伍德布里奇警方也注意到了这起案件。 Vicky 的遭遇和梅丽莎实在太相似了，警方认为史蒂文很有可能就是杀害梅丽莎的凶手。为了验证这一想法，
警方对史蒂文进行了调查。时年30岁的史蒂文曾经有过暴力犯罪前科，他在19岁那年当着父亲的面杀害了自己的亲哥哥。审判时，由于父亲完全站在了他这一边，所以史蒂文只被判了过失杀人罪。原本他的刑期是7年，但史蒂文非常走运，遇到了监狱人满为患的时候，最终他只服刑了2年就被提前释放。恢复自由身后，史蒂文一直没有正经工作，直到遇到女友安娜后，他的生活才算安稳了下来。了解完这一情况后，警方又对史蒂文的女友安娜进行了询问。安娜表示，史蒂文是个脾气非常暴躁、性格不稳定的人。案发那晚，他和史蒂文一起去了餐厅吃宵夜，准备回家的时候，他们因为琐事在停车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。争吵过程中，史蒂文动手打了他，当时他非常生气，于是拨打了报警电话。史蒂文看到他报警后，马上下车逃离了停车场。几个小时过后，他接到了史蒂文的电话，在电话里，史蒂文非常诚恳地对他道了歉，然后又说了很多好话。在甜言蜜语的迷惑下，他向警方撤销了投诉。他们在和好后，史蒂文提议换个地方居住，于是他们又来到了缅因州，开启了新的生活。但这种好日子没过多久，史蒂文的老毛病又犯了。当他再次遭到史蒂文的暴力对待时，他向史蒂文提出了分手。听完安娜的描述后，警方查询了案发那晚的报警记录，记录表明安娜在8月11日晚上10点30分拨打了报警电话，这个时间刚好发生在梅丽莎被害的1个小时前。有了这些发现后，警方终于确定了凶手的身份。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，他们对整个案件进行了梳理。警方认为，案发那晚，史蒂文在逃离停车场后，沿着公路来到了案发现场附近。这时他碰巧遇到了独自回家的梅丽莎。史蒂文见色起意，把梅丽莎拖到路旁的水泥管，对她实施了残害。此时的警方虽然认定了史蒂文就是凶手，但由于缺少直接的证据，并不能对他提起指控。于是警方来到了缅因州，准备劝说史蒂文承认这起案件。当时的史蒂文因为袭击女巡警 Vicky 正在监狱里等待审判，看到警方到来后，他表现出了一脸无所谓的样子。史蒂文只承认自己对 Vicky 实施了犯罪，对梅丽莎的案子矢口否认。由于史蒂文不愿意配合，警方只能寻找其他的办法。为了尽快找到定罪的证据，警方向 FBI 部门发出了求助。这类案件并不在 FBI 管辖的范围内，但他们还是给警方提供了一些帮助。在对这2起案件事发经过分析后， FBI 调查员认为破案的关键就在受害者的下巴和胸部的咬痕上，牙齿和指纹一样，都是独一无二的。通过对比受害者身上的咬痕，就可以获得定罪的证据。在 FBI 部门的帮助下，警方联系到了一位资深的牙科法医。法医在对嫌疑人史蒂文的牙齿建模后，警方得到了一个完整的牙齿样本。这份样本被送到了几位资深牙科专家那里进行了分析，结果他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：Vicky 和梅丽莎身上的咬痕来自史蒂文。1995年11月29日，史蒂文因袭击女巡警 Vicky 被判处20年监禁。2000年12月7日，梅丽莎遇害的7年后，此案进入了审判流程。史蒂文因谋杀罪等多项罪名被判处死刑，但这个判定结果后来被最高院推翻。7年后，史蒂文再次接受了审判。不知道是不是巧合，这年新泽西州刚好废除了死刑，最终史蒂文被判处终身监禁，不得假释。好了，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请帮我点赞加关注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是大熊，下期见。